大家好，我是钟子通。暑假快要结束了，相信比较晕船体质的，也还沉浸在 TRE 成人展的余韵中，刚醒过来而已吧。在这边送上8月份推荐的作品，一样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个月最重磅的一部作品，莫过于辛有菜啊，终于迎接来目前生涯最大的一次解禁。我知道很多人这个时候都会讲，中间出来不都是假的吗？但是我还是要说啊，这些作品本来就都是创作，就像是你也不会去检讨《捍卫战士》里面有没有开真的战斗机，或是漫威电影当中的情节真实性一样啊，只要有拍出那个画面张力，那就是好作品。那在这个基础上，演出技巧已经相当成熟的有菜，拍摄出来的成品当然就是精彩万分了。所以不论真假，尽情的享受画面，沉浸在作品中，我觉得就很好了。接下来是温排在本月份的新作品。说到温排，也是让我在这次 TRE 印象很深的一位演员，不管是亮丽的外形、强大的身材、优秀的口条，都让我结束之后好好的回味了他的作品。其中本月份这一部啊，里面的造型真的很猛，强调就是袜裙之间的绝对领域。那个袜子的咬肉感真的是太顶，让你注意到它除了上半身很强之外，原来臀腿也是令人爱不释手啊！推荐。接下来这部作品，本庄绫饰演一位服饰店的店员。那其实服饰店一直算是某种性幻想中的热门场景，可能是因为太多自拍都是选择服饰店的更衣室啊，就像本作当中也一样。贴心的本庄小姐无微不至的帮你推荐服装款式，帮你套量尺寸，甚至在你进去试穿的时候也跟进去。全套流程只能给5颗星的满分啊！说真的，我觉得本庄小姐今年的作品真的是在题材上啊、质感上，还有她个人的气质上，都达到了实用性的高峰，非常的好用啊！接下来这部作品则是由山岸启花小姐演出。那按摩这件事情一直是现代人不可或缺的生活调剂之一，不管是生理或心理，好好的去按一下就可以让紧绷的状态放松下来。当然，山岸小姐今天遇到的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黑心按摩师，以她的独门秘传手法，一下就找到了山岸小姐的弱点，让她沦陷，最后还在丈夫的面前直接开玩啊！顺带一提，本作的封面拍得蛮像某位知名实况主，推荐给大家。再来，毫无疑问是这次 TRE 最让我念念不忘的一位林村爱里，原因大家可以去听我8月26号的 Podcast， 只能说他有这么坚实的粉丝群众支持，不是没有道理的。那这个月的作品也是非常经典啊，各种运动造型，每一段戏码都是香汗淋漓，使用度非常的高，推荐给大家。那接下来这部作品有点难过啊，就是嫁奶油罗小姐的隐退作品。说真的，能够生涯都在 S1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还是足足待了7年。有一部专属的隐退作品，可以看出他真的是一位硬底子的演员，也是经常以出色的演技为人称道。比较可惜的就是他从来没到台湾举办活动过啊。回到作品本身，就是一部非常扎实的肉搏作品，呈现出他这7年的成长。我想身为一位粉丝的话，这就是一部必须收藏的作品吧。接下来这部作品由 Hong Kong Doll 玩偶姐姐演出，那必须得说她这个无敌身材，全是护理师服装的演出，对她来说大概就跟接一个内野软弱高飞球同样轻松啊。在本作后半段帮男主角按摩按到一半，竟然就开始小头按摩，只能说男主角真的是令人羡慕。紧接着我们再看到这一部作品，一样是我们的 Hong Kong Doll 玩偶姐姐。她毫无疑问是目前 OnlyFans 最不可错过的演员之一，身材凹凸有致，虽然演出时都是戴着口罩，但仍然挡不住那个颜值。这次演出了在海边约会的热门系列，本作集合了一切的美好要素啊，推荐给各位。那下一部作品又是我们的 Hong Kong Doll。等一下，为什么这集精选这么多 Hong Kong Doll？那当然就是因为我最近玩了星陨计划的最新活动，有你在的2天2夜，在里面与Hong Kong Doll 进行了相当有意思的互动，所以让我最近一直在看 Hong Kong Doll 的作品啊。是有什么互动那么特别，让你这么着迷？在游戏里面可以跟 Hong Kong Doll 上山下海，叫他陪我唱歌，跟我一起喝茶聊天，解锁后还可以约出来色色。听到这边是不是也想一起跟 Hong Kong Doll 约会呢？在8月21到9月4号游戏期间内，可以抽到 Hong Kong Doll 玩偶姐姐和专属武器专有的服务，7日完整登录送 Hong Kong Doll 专属招募券，获得角色可以解锁爱情通讯，获得来自 Hong Kong Doll 的专属福利，是不是很心动啊？就让我们一起在星陨计划一起跟 Hong Kong Doll 色色吧。接下来则是7则美雅在本月份的新作品。
描写平时在公司低调又不起眼的后辈，想不到在酒会3杯黄汤下肚之后，好色的本性就一览无遗，瞬间变成一头主动的野兽。这种系列其实我也很喜欢看，但是我必须说啊，这种所谓让女演员变成外表平凡的造型，其实只是换一个方式展现他们的可爱而已啊。就像这部的妻子，眼镜造型还是超级极品，好吗？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作品，其实几乎算是同样的剧情啊。那讲到这边就必须得说 ，Idea Pocket 每个月的发片阵容虽然越来越强，但是一个月当中演出相同题材的状态真的有点过头。像是这个长滨蜜梨跟海老笑碧就都演出了香布过夜的主题。当然，其实两个人的演出风格还是有点不同啊。如果你是喜欢黑肉甜美一点的，长滨小姐毫无疑问是优秀选择。那如果比较爱紧实肉体，海老笑小姐就相当不错，在这边2部就都推荐给各位。接下来则是这个月啊，闻香社主力之一苍来美月也在这部作品迎接来了自己的灌浆解禁。以作品本身来说的话，我觉得把它拍得蛮可爱的，肉戏的部分也相当实用，所以在这边推荐。接下来这部作品，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玩过人中之龙系列啊？系列当中有一个全田原组长的支线，他是一个喜欢在闲暇之余跑去体验当小宝宝的黑道大哥。那类似的剧情在藤子不二雄的短篇集当中也出现过，这种体验母爱的剧情当然在作品当中也是屡见不鲜。像是这部由弥生美月还有有冈美羽等人演出的作品，就描写了日本在全国各地的车站都设置了这种机构，现代人在经历了工作与生活的压力折磨之后，就可以到这里来暂时忘记一切，沉醉在跟妈妈们的互动当中，真的是让人相当想体验看看呢。那这个月还有一部重磅作品，就是这个小泽菜穗在法雷诺复出了。他上一次发片已经可以追溯到2007年，也是 LeBron James 第一次打进 NBA 总决赛的时候，而那个时候文班亚马甚至还在包尿布，你就知道有多久远啊。这次复出，当然你要说完全没有变化是不可能的事情，这基本上就是整天敲完一些上古演员，希望他们复出之后会得到的结果。不过必须得说啊，小泽小姐其实也是保养的相当不错，算是十分美艳的熟女。接下来则是我们阿丽的新作啊。甜美的气质，越来越成熟的演技，天赋强大的肉体，跟粉丝的互动也越来越顶。神木利真的是近年亚洲知名度冲最快的演员之一啊。那这个月的作品描写交了2年的跑友，因为要结婚了，所以2个人依依不舍的到饭店进行最后一次跑者交流。那画面使用度真的很顶了，有把那种这是最后一次哦那种激情感给拍出来。那我也要说啊，这个真的是有道德的跑友，因为没有道德的就会在结婚之后继续偷跑，这样就不太好。接着我们也来看这部作品，小萧湖南也是在本届 TRE 大放异彩啊！再次访问到他，还是觉得相当兴奋。这个月的新作品也是相当不错，扮演女教师的他看上了学生之后，就直接对他出手，直接跟他说：“你那个平乳女友没办法做到的事情，我全都可以帮你实现。”哇靠！听到这句我就问，到底有谁会不晕的？再来则是这一部有点算是2次元改编，美原和花跟高濑里奈。2个人在这部的造型都相当不错，最大程度的展现了肉感的可爱之处，尤其是美原和花。本来我就觉得他的作品相当不错，在 TRE 跟本人互动之后，实用度更上一层楼啊！在这边推荐给各位。接下来则是安基花在本月份的作品，我个人觉得他在移籍马丹娜之后，实用度真的又上了一层楼。这个月就演出了一部2次元改编。还有一个是线上串流的限定版，那其实内容跟他之前在 Idea Pocket 演出过有点像，就是在饭店房间纯正的肉搏戏嘛。那这2部我觉得都相当不错呢。接下来则是桃乃木本月份的新作品，描写把公司可爱的新人给带到饭店之后，以为今晚就可以拿下，想不到对方的技巧跟欲望都远在自己之上，完全就是一个扮猪吃老虎的节奏啊，就像是当年的 Uncle Drew。以为只是个平凡老人，到街头篮球场一开始还在 gay 笑，结果热身完之后马上秀翻全场一样精彩。再来我们看到是白上校花，这是我在 TRE 当中超级惊为天人的一位，又白又高，人又可爱。这次有跟他互动到的话，我只能说你大赚特赚。如果没互动到的，记得去看他的作品，必晕。接下来这一部则是姬孝华小姐演出，相信 TRE 有跟她互动过的影迷一定会对她留下深刻印象。那本作也是他跟萨摩阿里导演第一次合作，导演本人对他真的是赞不绝口啊，甚至在推特发了好几篇文章推荐。那我看了作品之后才知道为什么，因为最后一段的戏码就是导演本人提枪上阵，难怪会如此开心啊！看他最后真的很爽。接
接下来这部伊乃葵演出的作品，剧情还蛮有趣的，被30岁的处男拜托协助登短郎。想不到两个人一拍即合，身体的契合程度简直100%。作品当中那个越来越无法自拔的演技非常的出色。接下来这部比较属于推荐给特殊爱好的影迷，由水端麻美小姐演出的作品，里面的造型都强调一种光滑油亮的感觉，再搭配上水端小姐那个修长的身材，看的真的是更加过瘾。如果是腿控或丝袜控，肯定不会错过本作。接下来这部作品由樱空桃演出，也是相当精彩啊，描写上司带着下属出去谈生意，谈完之后当然就是先去喝2杯小酒，最后直接到饭店把已婚的下属吃干抹净。你可能觉得，哎呀，这不就是很常见的乡部 NTR 题材吗？但是这部上司是樱空桃，男演员才是下属，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忠厚老实的员工背叛了自己的老婆，一切都在樱空小姐的算计之中。这部里面那个樱空小姐主动 A 上来的镜头真的很赞，推荐给大家观赏啊。那这个月最后要讲一下，只能说 S1 不愧是你 S1 啊，只要随机凑2张牌都可以直接压爆台面上的组合。这个月就分别是由米鲁跟奎斯，公司里面的美艳上司跟可爱的部下，同时跟2位极品交往的男主在脚踏2条船东窗事发的同时，想不到2位竟然不是打断男主鼻梁，而是要在他身上决定谁才能占有男主。那另外一部也是很猛啊，有已经宣布隐退的安达系列加上宇野美玲。跟刚刚2位技术封顶的猛将又不一样，这部更强调的是青春又肉感的动体。这2位同班同学竟然选择到你家来进行 K 书合宿，想也知道这种组合、这种氛围，最后肯定就只会实际演练健康教育第7单元性是什么的桥段啊。那今年这2部就像是当初漫威推出钢铁人、美国队长一样，这只是刚开始，接下来到年底还会有更强、更夸张的共演组合，大家就拭目以待吧。好，那以上就是这个8月份的推荐作品，希望大家会喜欢。我是中童，我们下次见。